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如果喜欢牛奶的视频，记得点赞订阅哟。出营帝国万县门内，美杜莎正想大开杀戒的时候，萧炎无奈的声音传来：“彩铃，回来！”听到熟悉的声音，美杜莎娇躯一震，微微挣扎了一会儿后，才回到萧炎身边。望着眼前的美杜莎，萧炎苦笑着叹息了一声，牵起美杜莎的手，用布条轻轻擦拭着上面的血迹，反手握住萧炎。美杜莎突然道：“走，我带你回加玛帝国。若是古河不能帮你驱毒，那我便带你去大陆之上寻找能人帮你。”萧炎一怔，心头涌上一片感动，一会儿后才笑着道：“最擅长用毒的便是在这里，还去哪里寻人？”小医仙表示，萧炎的情况只有斗尊强者才能彻底解开魔毒斑。当然，若是萧炎能硬扛过去，或者找到其他破解之法，那蕴含了蝎壁炎必胜的斗气将会被萧炎尽数继承。萧炎苦笑了一声，在心里道：“如今保命才是最为关键的事，谁还管什么斗气不斗气呀？”之后萧炎才问了个尤为要紧的问题：这魔毒斑多久会彻底爆发？小医仙表示只有半年，不过他有办法延缓爆发时间。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，苦中作乐地冲着美杜莎道：“放心吧，没事儿，说不定这什么破魔毒斑还能令得我实力大为精进呢。”美杜莎没有说话，只是用目光冷冷地刮了一眼小医仙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若是小医仙能够在灰子空间中解决掉蝎壁炎的话，萧炎就不会中毒。对于美杜莎的目光，小医仙难得的没有炸毛。斗宗总部石沙石池内，萧炎正闭着眼睛泡在池中黑水里。美杜莎目光望着那漆黑的池水，谨慎的道：“你这池中毒水不会对萧炎有什么伤害吧？”不知道是不是出于对萧炎的愧疚，小医仙这次很耐心的解释并回答了美杜莎的提问。他用的是以毒攻毒的办法，萧炎在这池中修炼，再配合他的引导，就能够以毒压毒，将魔毒斑暂时压制。美杜莎一听，皱着眉道：“那还磨蹭什么？赶紧做吧！”小医仙脸上一红道：“你们先出去，在石林外等着。”美杜莎双臂抱在胸前，淡淡的道：“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我必须在这里保证萧炎的安全。谁知道你会不会玩什么花样？”一旁的紫妍点头表示附议。小医仙有些气急，看了看萧炎后，银牙一咬道：“算了，随你们，要留便留吧。”之后就开始脱衣服。看到全身赤裸的小医仙，美杜莎罕见的脸红了，轻咳了一声后，若无其事地转过身去，一把拎走了捂着眼睛从指缝里偷看的紫妍。谁知被拖走的紫妍却是嘿嘿偷笑道：“还好，没有我变大的时候大。”此话一出，美杜莎立马加快又加大了步伐，身后的小医仙羞恼极了，恨得牙痒痒。不过好在没忘记正事，正想进入毒池时，不知是不是偷听了他们对话的萧炎非常及时地睁开了双眼。赤身相对的两人各自平复后，才开始办正事儿。整个压制过程还是比较顺利，萧炎甚至炼化了跑出来的一丝丝魔毒斑线，将自己的实力提升至2星斗皇巅峰。只是小医仙的封毒之法最多能撑2年，而且还是一次性的，想通过再吞噬一朵异火来炼化魔毒斑的难度，丝毫不亚于去找斗尊强者来解毒的难度。萧炎决定立马回迦南学院。需要我随你去吗？美杜莎道。虽然你跟来能帮我很多忙，但你一走的话，炎盟与食人族便是彻底没了安全保障，所以此次便只能麻烦你帮我守护一下炎盟与萧家族人了。萧炎迟疑了一会儿，面色凝重的道。美杜莎并不放心萧炎一人前往黑小域，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，小医仙出声表示：“我随你去吧。”最终确定小医仙和紫妍跟随萧炎，美杜莎负责守家后，萧炎望向美杜莎，沉声道：“炎盟就拜托你了。只要我还活着，炎盟便不会倒。”美杜莎轻轻点头，语气坚定的道：“若是2年之内我不能回来，我也会让人将那天魂融血丹送到你手中。”萧炎承诺道。最好是你亲自回来，美杜莎低声道。萧炎一愣，温柔地笑了笑后，将美杜莎抱进了怀中，轻声道：“保重。”美杜莎红着脸道：“你也小心，若是遇见解决不掉的麻烦，便通知我，不管你在哪里，我都会赶过去。”再次紧了紧怀抱后，萧炎不再留恋地转身离去。彩铃姐，保重哦，等下次回来看你。紫妍冲着美杜莎挥了挥小手，也是升空而起，追萧炎去了。保护好他。望着小医仙，美杜莎突然道，看着他眼中的一丝恳求，小医仙轻声道：“他是我唯一的朋友，放心，即便是死，我也会在他前面。”谢谢，美杜莎真诚的道。小医仙却是笑了道：“若是此行能回来，并顺利控制恶难毒体，我或许能与你好好谈谈。”黑小域，黑皇城内将会举办一次拍卖会。想了想上次紧张刺激的捡宝之旅，萧炎很是心动，当下决定前往黑皇城。没成想在路上救下了迦南学院的导师，得知魔岩谷的人正在围困自己的好友吴昊时，萧炎立马前去支援。最终魔岩谷的人除了4长老谢震是被毒死的，其他人都化为了灰烬。萧炎与魔岩谷的缘分并没有到此为止。黑皇城内，
千药房的第2层。萧炎因为想要炼制天魂溶血丹的最后3味药材，又与黑黄宗的首席炼药师祁山起了冲突，最后虽然成功拿到了药材，但却将人得罪狠了。不过后来千药坊的严老为结善缘，跟萧炎透露了菩提化体炎的消息，这坚定了萧炎前往黑皇城举办的大型拍卖会的决心。距离拍卖会还有3天，萧炎3人却是遇到了来找茬的人。魁狼帮魁煞领着他的小弟来找萧炎要说法。萧炎在入城时杀掉了3名侮辱小医仙的人，其中1个就是魁煞的亲侄子。萧炎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问题，他既然非要给说法，那就用拳头说话。魁煞在知道自己打不过萧炎后就想溜，萧炎却不乐意了，指着一旁的紫妍，萧炎淡淡的道：接他3拳，接得过便走，接不过死。魁煞看着眼前的小萝莉，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，没想到只1拳自己就被揍得直喷血雾，倒飞出去还弹了几下才停下来。眼看第2拳就要被砸到身上，魁煞赶忙召唤主人，酷爱白衣的黑黄宗少宗主墨牙出场了。装完13后的他开始颠倒是非，被萧炎一阵怼，正下不来台的时候，小医仙轻声冲着萧炎道：算了，此处不宜争执。萧炎听后虽然很疑惑，这不是小医仙的性格，但是也没再追究。好家伙，就是这句话，再加上小医仙不像其他女子一样迷恋他，墨牙狠狠地心动了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疯狂地刷存在感。萧炎起初因为要炼制破宗丹就没收拾他，后来墨牙再对着小医仙献殷勤的时候，萧炎直接收了他送的东西，然后扭头就走。紫妍与小医仙紧随其后，把墨牙气得够呛。时间很快就来到了拍卖会开始的时候，拍卖场内萧炎看中了一卷持法斗技，名为六合游身尺，属于地阶中级斗技。没想到被不知萧炎身份的萧丽抢拍了去，把萧炎搞得哭笑不得。不过知道自己的哥哥为了自己不惜得罪拥有斗宗强者跟随的神秘人，萧炎内心的感动还是偏多的。在之后的拍卖里，萧炎又看中了一具魔兽干尸，想要用该兽的翅膀炼制天焰9行翼。这次的拍卖过程虽然有些曲折，但结果是好的。只是后面菩提化体炎的拍卖，萧炎却没能将它拿下。不过问题不大，杀人越货也不是第1次了，在场的很多人都是这个想法。而已经成功拍下菩提化体炎的阴山长老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他先是利用自己功法的特殊性搞了一个灵魂体，带着足以乱真的菩提化体炎溜达。真身被发现后，又假意将真的菩提化体炎交出，然后真身快速脱离战场，实际却是将自己的灵魂藏在菩提化体炎里面。等萧炎搞定了准备黑吃黑的莫天行，以及为了活命上交海心宴，从而死而复生成为斗宗的寒风后，利用藏起来的灵魂就想将菩提化体炎带走。换成别人他很可能就成功了，可惜萧炎是有主角光环的人呐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。下期是想听萧炎具体怎么得到菩提化体炎，还是接下面的剧情呢？请在评论区给牛奶留言哟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你的点赞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。